和未婚夫去领证的路上，我俩的电话同时响起。他接到白月光的跳伞邀请，我收到准婆婆的病危通知。冷战中的她没等我开口，在高架桥上把我强行拖下车，便扬长而去。我顶着瓢泼大雨赶到医院时，准婆婆正躺在 ICU 等待开颅手术。医生听到我的身份，却变了脸色：“你不是患者的女儿，是他儿媳妇啊？那有结婚证明吗？没法证明亲属关系，就不能签手术同意书。赶快喊你老公过来，你婆婆的颅内严重感染，随时会脑死亡，必须立刻手术。没做结婚登记，我根本拿不出证明。”可未婚夫玩双人跳伞上了头，正在野外和白月光激情缠绵。因为耽误了急救时间，即便我坚持让医生手术，又垫付了几十万的医药费，还是没能救回准婆婆。等未婚夫得到准婆婆去世的消息，精神完全崩溃了。“您好，我是刘春兰的家属，请问她在哪个科室？”护士震惊地瞪住我，愣了半天，才指了指 ICU 的方向。一阵穿堂风吹过，我打了个寒战，提起裹满泥浆的裙摆，踩着灌满污水的高跟鞋，一瘸一拐地扶着墙挪动，小腿肚在剧烈颤抖，分不清是动的还是累的。1小时前，我和未婚夫蒋修在去领证的路上吵了起来，情绪失控之时，我俩的手机同时响起。他先接起电话，听筒里是阵阵甜腻的娇嗔，再说跳伞、野外、害怕之类的字眼。我也按下接听键，对面传来医生的焦急催促：“请问是刘春兰的家属吗？她正在 ICU 抢救，请速来一中心医院。”我和蒋修一起挂断电话，还没等我开口，他一脚踩住刹车，喊嚷：“滚下去！别让我说第2遍！”后车差点追尾，司机捶了几下喇叭还不解气，又摇下车窗开始咒骂。蒋修置若罔闻，拉开副驾车门，把我拖出车外。我恋爱5年，即将领证的男友，把我扔在了风雨大作、车辆湍急的高架桥上。这里不允许停车，我只能步行下桥。等我顶着瓢泼大雨走到3公里外的出口时，已经满身泥泞，连出租车都不愿拉我。终于赶到医院，医生听到我的身份，却变了脸色：“儿媳妇，你不是刘春兰的女儿啊？那你有结婚证明吗？证明你和他儿子是夫妻关系。”医生给了我一份指南，说只要有手机和身份证号，就能调出结婚登记记录。我傻了眼，我和蒋修还没领结婚证呢。我拼命扒拉着手机相册，翻到底后才惊讶发现，我从没和蒋修照过甜蜜合影。医生猜出我的意图，遗憾地摇了摇头：“没用的，医院一般只认直系亲属的签字，直系亲属本就不包括儿媳妇。刘春兰的情况危急，又联系不上她儿子，医院才给了你通融的机会。我们已经担了极大的风险。”这时，抢救室再次下发婆婆的病危通知，仪器滴滴的报警声如魔咒在我耳边交错响起。医生的表情变得焦急又严肃：“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抢救措施，你婆婆严重颅内感染，随时会死亡。要想保命，必须插管，做开颅手术。没法证明亲属关系，就不能签手术同意书。你还是尽快喊他儿子来做决定吧。”透过门上的小窗，我看到昨天还生龙活虎的准婆婆，浑身插满管子，呼吸罩下的脸白得像纸，只有虚弱起伏的胸口证明她还活着。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下，晕开了鞋面上的泥渍。我心底唯一的执念是疯狂给蒋修打电话，或许是不胜其扰。打到第20遍时，他终于接了起来：“蒋修，妈出事了，要做手术，
你赶快来医院。我吸了下鼻涕，哽咽着还没说完，就被他几声冷笑打断。韩冉，一纸结婚证而已，没必要拉着我妈一起演戏。怎么，你是想说我妈要做手术，逼我回去签字是吧？行，我同意，你们做吧，把她心脏挖出来，我也同意。放心，当年她能成功拆散我和诺诺，自然也能逼我和你领证。等我心情好了，你们自然会如愿。电话挂断前，我听到呼啸风声中那句附在蒋修耳边的动人情话：“修哥哥，让我们谈一场从3万英尺到地面的绝美爱恋吧。”这些话让我彻底寒了心。蒋修，你欠我的何止是一纸结婚证？5年前，有位大校草之称的他，成了我的跟屁虫。他给我春天的满捧山茶花，夏天的清凉雪糕桶，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初雪后的可爱雪人。那时他一脸宠溺，说着甜言蜜语，别人有的，我的冉冉宝贝，一样不落都得有。直到3天前，我听到蒋修和兄弟王鹏打电话，说起我时，他眉眼间尽是嘲弄讥讽。呵，你说韩冉，他连林诺诺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可念起林诺诺3个字时，他连呼吸都温柔的要命。除了一纸婚书，诺诺哪怕想要天上的星星，我也能摘下来给他。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林诺诺，原来我不过是蒋修输了大冒险的赌注。他的情话与宠爱都是拙劣又廉价的套路，可他猛烈的追求攻势，却让我乱了少女之心。在福利院长大的我，对男女之事甚是单纯。19岁时，他把我灌醉，把我哄骗着抱上床，又把我送进流产室，说着一定会娶我的狗屁誓言。其实是在国外留学的林诺诺有了新欢，他把憋屈的欲火发泄到了我身上。21岁时，他用我们不合适的借口，冷暴力逼我分手，还假惺惺地说是为我好。其实是林诺诺和男友分手了，他在等他的回心转意。23岁时，他死缠烂打地闹到我的公司，当着领导同事的面向我深情求婚。其实是林诺诺闪婚了。心灰意冷的他想起了还在原地等复合的我。所有的所有，都是我在去领证的路上知道的。我不过是讲出真相，平静地提出分手。被戳到痛处的蒋修却瞬间恼羞成怒：“韩冉，你有病啊！我骗你什么了？我的青春就不是青春吗？非在这个节骨眼上闹，想找茬报复就直说。毕竟他前一秒还在兄弟群炫耀，我这个胸大无脑的洋娃娃被他成功娶回家玩弄了。要是被我甩了，他定会成为圈子里的笑柄。”蒋修踩住油门，猛打方向盘，开始不断超车。我失声尖叫，苦苦哀求他停手，直到我俩的电话同时响起。他接到白月光的跳伞邀请，而我收到了准婆婆的病危通知。不论有多恨蒋修，我对准婆婆依然是满腔尊敬与爱戴。作为单亲母亲的她，常年连打3份零工，昼夜不休，才把蒋修供到大学毕业。知道我是孤儿后，她更是把我当亲闺女疼。冬天都在穿破洞单鞋的她，在我嫁进蒋家前，给我买足了3金，备够了彩礼，甚至把祖传的手镯偷偷赠我，说是替我妈准备的嫁妆。这个和蔼善良的小老太太，没想过儿子一天福，就躺进了 ICU。想着想着，我猛地一起，前阵子婆婆生了场大病，蒋修不在身边，为了避免意外，他和我签了一份授权委托书，里面给了我手术时签字的权利，还找公证处登记过。于是我再次找上医生，他听完蒋修的电话录音，气得把笔拍在桌上：“这儿子是人吗？应该把他的心挖出来，
看看是不是被狗吃了。我又拿出授权书，医生缓和了情绪，赞许地点了点头。怪不得刘春兰给你的备注都是闺女，她那没良心的儿子，真不如你这个孝顺的准儿媳。不过，医生忽地顿住，同情地盯着我，犹豫半天才开口：做手术没问题，但关于医药费，你得有心理准备。老太太没有医保，你得先准备20万，这只是保守估计，实际花费可能更高。我落下的心再次悬起。我才毕业1年，还背着助学贷款，哪怕我掏光积蓄，也拿不出20万。但我还是坚定地告诉医生，没问题，不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保住婆婆的命，我都接受。事态危急，我选择在朋友圈求助。动态发布不过2分钟，蒋修的兄弟王鹏打来了电话：嫂子，就算你再生气，也没必要咒阿姨死啊。我皱起眉头，沉声问道：你什么意思？王鹏冷哼一声：算我多管闲事，我好心拉你出火坑，你倒好，明知蒋修最记挂他妈，还拉着阿姨陪你胡闹演戏，躺在 ICU， 急需治疗费。韩冉，这个套路一言假。王鹏正是告诉我蒋修所有秘密的人，我以为他有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没想到还真是人以群分。我嘲讽一笑：怎么，这些都是蒋修告诉你的？用不着他说。韩冉，怪不得修哥更爱诺诺，他可比你通情达理多了。王鹏气急败坏地怒吼道，大嗓门下透着几分心虚。我不想和他废话，挂了电话，打开微信，发现朋友圈被亲朋刷爆了，还不断有人来加我好友。您好，我是春兰婶婶的远房侄子，这6000块钱是晚辈的心意，我们全家都在祈祷手术顺利。春兰姐怎么样了？别心疼钱啊，我去帮你们凑。冉冉，看一下银行卡，救人重要，这钱不用还了。幸好婆婆和我的人缘不错，1下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几万块钱。我记下所有捐款人，拍照更新动态，感谢大家的爱心捐助。这些钱都算是借款，日后我定全数归还。我缴了部分医药费，让婆婆先做手术。手术室外，我忐忑的心脏狂跳，像热锅上的蚂蚁，原地不停转圈，时不时双手合一，祈求老天给婆婆一条生路。忽得，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打开一看，发现前1秒还在关怀问候的亲朋，集体对我口诛笔伐。婆婆的侄子发来一长串的语音，缺钱就直说，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我婶子的命开玩笑，这不是诈骗吗？限你10分钟，把钱退回来，不然我就报警了。我的好友们也对我恶语相向，从没想过善意会被利用，算我识人不清，几千块看清一个人的本性，挺划算的。韩冉，钱不用还，但也别再联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迷茫，是无措，哈哈，没想到我会来吧，谎言都被戳穿了，看你们还怎么演。电梯口忽然出现王鹏的身影，他举起手机对上了我的脸，我惨白的脸色和一地的缴费单据让他的动作僵住了。医生在此刻推门而出：韩女士，刘春兰的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抓紧时间通知其他亲属，要是出现最坏的结果，还能见到最后一面。这是我今天签的第6张病危通知书，身体和脑子皆已麻木了，只有本能操控着我。接过了纸笔，王鹏被吓傻了，喃喃地解释道：修哥说阿姨没事，还在外面陪她跳伞呢，是你心生怨恨，想报复骗钱。他还发了朋友圈。听到这话，我点开了蒋修的动态，他的置顶文案是：家母身体康健，劳烦大家费心了，捐款之事与蒋家无关，等我弄清缘由，
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文末附上了婆婆笑靥如花的旧照。我气不打一处来，蒋修字字没提我，却字字在说我的不对。王鹏哆嗦着给蒋修打电话：“修哥，阿姨好像真不行了，你赶快过来吧。”可对面只有激烈的肉体碰撞声和男女混合的粗喘。看来这场跨越3万英尺的绝美爱恋，落地了还在继续。嫂子，事情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修哥他……王鹏想替蒋修辩解，可支吾了半天，越说越尴尬。我嗤笑出声：“呵，你倒是说呀，我想的是哪样？”回答我的是听筒里女生夹带哭腔的尖叫和男生发泄成功的舒畅嘶吼。暴风雨终于平静。10分钟后，林诺诺拿起了电话，她哑着暧昧的嗓音娇嗔道：“鹏哥哥，你也想替韩冉说情吗？没用的，这次是他太过分了。”蒋修也在一旁恶意满满的调笑：“王鹏，让你去拍证据，你怎么站到韩冉那边了？难道爱上他了？要不我介绍你们也来玩玩双人跳伞。”电话被挂断了。王鹏苦笑着看向我，我无力地耸了耸肩。婆婆的检查资料与缴费单据，我早就打包发给了蒋修，她死活不信，我也没办法。万幸的是，婆婆的开颅手术很成功，但坏消息是，她全身器官持续衰竭，只能靠仪器维系生命。我从几个医生嘴里听到了婆婆受伤的经过。今天清晨，她骑电动车时突发心脏病，摔进了路边水沟，不光脑袋磕到了石阶，肺里也灌进了雨水。她被好心人送去医院时，心脏几度停跳，给全身脏器带来了不可逆的损伤，颅内感染、肺部发炎、器官衰竭，这几个词连在一起，几乎给婆婆判了死刑。即便有奇迹发生，婆婆也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我总算理解手术前医生对我报以同情的原因，光是维持婆婆生命的仪器，一天就要烧掉几万块钱，20万。真的只是保守估计。冉冉，是你吗？恍惚间，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婆婆竟然醒了。你和蒋修没有领证吧？她气若游丝地问道。听到否定的答案，她松了一口气，没有就好。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小修她配不上你。我忽然意识到，婆婆出事的地点是去我家的必经之路。妈，您不会是为了阻止我们领证，才骑电动车出门的吧？婆婆虚弱地点了点头。我刚想追问婆婆阻拦我们的原因，可她头一歪，又昏了过去。这时，医院送来了最新的账单，大几万的费用，我已经支付不起了。看到病床上的连喘气都费劲的婆婆，想起叫嚷着还钱的亲朋，我被逼无奈打开了网络直播。工作之余，我运营了一个穿搭账号，有1万多号粉丝。虽然账号没赚到钱，但人气还不错。得益于粉丝们的宣传，我收到了不少捐款，钱是不用愁了。婆婆的状态却越来越糟，她没了抵抗力，体内炎症不断，一瓶瓶的抗生素往血管里打着，依然高烧不退。她痛苦的呻吟回荡在病房，偶尔会念叨起我和蒋修的名字。医生都劝我放弃治疗，说老人家太让人心疼了，既花钱又受罪，不如痛痛快快让他走吧。可这是我真没资格决定。蒋修的行为在丧尽天良，婆婆毕竟是他亲妈，而我只是个没入门的准儿媳。这2天，我给蒋修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无数条短信，全部石沉大海。直到3天后，我去给婆婆接擦身子的热水，意外看到了隔壁急诊室的蒋修。我以为他是来看婆婆的，着急地朝他挥了挥手，
蒋修一脸出乎意料的神情，怒气冲冲走过来，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韩冉，这出戏还没演完吗？接下来的剧情是不是我妈要死了？那你就赶快和她一起去死吧。她的声音很大，透过虚掩的门缝传进了婆婆的病房。下一秒，刺耳的报警声响起，婆婆的心电图剧烈抖动了几下，然后回归到一条直线。医生护士冲了进去，不断按压着婆婆的胸部，可心电图再也没起过波澜。砰！我瘫软在地，直播中的手机从手里滑落。婆婆被宣布临床死亡时，蒋修正抱着林诺诺看外科急诊。医生，她伤得这么严重，需要打破伤风吗？不会很疼吧？蒋修捧起林诺诺的手，心疼地吹了好几下。医生蹙眉瞟了一眼，不耐烦地答道：“我这是急诊科，治不了皮外伤。出门左拐有药店，去买个创可贴。都流血了还是皮外伤？你能不能有点责任心？小心我去告你。”排在蒋修后面的有因车祸断了3根肋骨的年轻男人，有宫外孕出血不止的孕妇，也有疼得满地打滚的肾结石患者。年轻男人本就急得上火，看到林诺诺手上不过2公分的伤口，气到失去理智。这伤的不是手，是脑子吧？要是我能站起来，真想帮你俩挂个精神科。孕妇的老公暴躁地扬起拳头，威胁着怒吼道：“超，看看我老婆身下的床单，这 TM 才叫出血，再不滚出去，我就让你们感受一下。”蒋修被激得脸色涨红。我按规矩挂号排队，你们凭什么骂我宝贝？眼看几人就要打起来，林诺诺拽住蒋修的衣袖，站在中间劝架：“大家别生气，都是来看病的。我哥哥也是太着急，才会挂到急诊。”面对娇滴滴的小姑娘，几个大男人骂骂咧咧地收了手。肾结石患者捂着腰，小声啐了句：“呸！绿茶婊！”蒋修仍没消停，转身买来消毒药品，把林诺诺抱到椅子上，煞有介事地喂给她1粒布洛芬。“宝宝，你再忍忍，等止疼片起效我就给你上药哦。”林诺诺嘚瑟地对上我的目光，挑衅的眼神仿佛在说：“快看，你男友有多宝贝我呀！就算你哭着求他看你一眼，就算他母亲丢了性命，也没有我的手被划破重要，多么可笑！”一身是伤的婆婆，哪怕疼到浑身颤抖，都没有打过几针止疼药。蒋修没过给她一句关心就算了，还咒骂她赶快去死。林诺诺不过受了一点小伤，就能让蒋修方寸大乱，恨不得把命给他。我捡起手机，波波间已是一片沸腾。镜头怎么黑了？发生什么事了？那个凶恶的男人不会是阿姨的儿子吧？等等，我看到他打博主了，至少扇了2巴掌，下手好狠。还有那些话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吗？刚才现场好吵，好像是医生在做急救，最后有人劝博主节哀。阿姨是不是没了？好心疼啊，真的哭了，有种巴掌扇不进荧幕的无力感。谁能扒出来这个男人的信息？我去替博主出气。有中途进来的粉丝以为婆婆还在世，又给我刷起礼物。我默默关掉打赏通道，擦了一把眼泪，用头发挡住侧脸的掌印，哽咽说道：“不用猜了，坚强婆婆确实走了，剩余的捐款我会原路退回，用掉的部分我也会用一辈子偿还。”网友纷纷用语言给我安慰：“博主小姐姐，我捐的是救命钱，就当是积德，不用还了。”我记得博主和渣男还没领证呢，为了准婆婆做到这种程度，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啊，钱的事不重要，请你火速把那个禽兽男甩掉，别侮辱了禽兽。这男人连禽兽都不如，坚强婆婆是他们给婆婆取得外号。
所有人都在等一个奇迹，希望婆婆能坚强地撑下去。除了她的亲儿子蒋修，我走到腻歪成连体婴的两人面前，把死亡通知书递给蒋修，平静说道：“婆婆活着的时候，你没好好尽孝，死了总得操办一下葬礼吧？”蒋修青了脸色，一手把通知书揉成一团，一手成拳朝我扬了过来。韩冉，刚才那几巴掌还没让你长记性吗？林诺诺装模作样的起身，抱住蒋修的胳膊，小手裹住蒋修的拳头，夹着嗓音劝道：“修哥哥别气，别和毒妇一般见识，换个角度想想。幸好你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没和他领证。”他又转头对我得意一笑：“冉姐姐，差不多得了，哪有天天咒别人爸妈死的？难怪别人都说孤儿心理扭曲。”我没有生气，只是怜悯地看着蒋修，因为我真心觉得他可怜又可悲。他没了唯一血亲，丢了知心爱人，而我没有嫁给不爱我的他，避免了下半生的痛苦悲剧。怎么算，都是我赚了，他亏了。您好，请问是刘春兰的家属吗？我是他生前委托的律师，前来宣读遗嘱。一位西装打扮的男人抱着遗后落荡，打断了我们的争执。蒋修看到律师的证件，表情有了一丝动摇与恐慌，但他很快翻了个白眼，不屑地冷哼道：“哟，做戏做得挺全啊，都会找律师了。行，你快念吧，我倒要听听他有什么遗言。”律师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念了起来。委托人刘春兰去世后，名下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包括因死亡所得的保险和抚恤金，全部归韩冉小姐所有。这不可能！蒋修和林诺诺异口同声喊道。蒋修夺过遗嘱，一目十行扫了一遍，表情愈发失控。他欠我的还没还完，怎么会把钱给外人？婆婆名下的资产很少，可她住的老房子在市中心，预计明年拆迁，能拿到7位数的赔偿。蒋修一想到钱会归我，肝都要气炸了。他掏出手机，拼命拨着婆婆的电话，音乐铃声从我口袋里响起。我掏出那个荧幕摔得粉碎、按键全部磨花的老年机，无语地说道：“我给你发了短信，打了电话，你不接也不看，非得我亲口告诉你吗？你妈出了车祸，在 ICU 撑了5天，真可惜，你没见到她最后一面。不信你看，手机外壳上还有她带血的指印呢。”话音刚落，王强屁颠屁颠地跑来，他没发现现场紧张的气氛，把一个箱子放在蒋修脚边：“修哥，你终于来了，这是阿姨留在医院的遗物，你正好带回家吧。”蒋修僵硬地转动脖子，紧盯住王强，他眼底一片赤红，如即将喷发的火山，看不出是愤怒还是悲痛。王强浑然不知地说着，忽然，蒋修仰天大笑起来，像个失了理智的疯子：“你们的戏瘾真大呀！”他摁亮打火机，把点燃的遗嘱扔进装满遗物的箱子里。我把东西都烧了，看你们还怎么演！火光迅速燃起，恰巧工作人员推着运尸床从蒋修身边路过。蒋修看了眼运尸床，笑得癫狂：“戏要演真一点呢，好歹找个尸体装装啊！来，我让你们看看真正的死人长什么样。”说罢，蒋修扯掉了遗体上的白布，死者的面容暴露在聚光灯下。蒋修如被雷电击中，浑身抖如筛糠，连嘴唇都在哆嗦。“妈，妈！”蒋修喊了2声妈，第1声是难以置信，第2声是肝肠寸断。他握住婆婆僵硬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可再热的泪也暖不化逝去的肉身。忽地他起身，扒开了婆婆的寿衣，那枚嫣红的胎记赤条条地映衬在青紫色的尸斑中。蒋修颤抖着食指，
抚上了婆婆的胸口。工作人员高声呵斥住她：“这位男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您能不能尊重下逝者？等我们走完流程，您可以去殡仪馆瞻仰母亲的遗容。”工作人员推着运尸车离开了。蒋修失了神，呆愣在原地，侧脸落下了一行清泪。保安看到火光，慌着拿来灭火器。临走前，他小声阴阳道：“真是奇了怪了，亲妈抢救了5天不见人影，人死了知道哭了，发疯给谁看呢？”蒋修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无处发泄的他按住我的肩膀，把我对在墙上，大力摇晃着：“韩冉，为什么不和我好好说？为什么不把妈受伤的情况告诉我？”我被蒋修的强词夺理气笑了，打开和他的聊天界面，随手点开几条语音：“蒋修，妈出车祸了，你快来医院。蒋修，咱的事能先放一边吗？妈做手术急需用钱，我实在垫不上了。蒋修，医药费我先凑上了。妈一直在喊你的名字，你来看她一眼吧。”我又划拉了一下荧幕，婆婆就医中的每一份资料，我都拍照发给了蒋修。怎么可能？我根本就没收到这些。蒋修抢过我的手机，不可思议地翻看着。突然，他像触电般将目光锁定于林诺诺：“是你，这几天你总是找理由拿走我的手机，是你删掉了记录。”林诺诺吓坏了，她死命摇头，哭得梨花带雨。我没有，不是我，是韩冉故意栽赃我，他根本就没给你发消息。蒋修怀疑的眼神在我和林诺诺身上游移，王强忍不住开口帮我作证：“修哥，嫂子真给你发了，我亲眼看到的。”蒋修喘了口粗气，血红的眼神如利刃，定定地看着林诺诺：“修哥哥，我是你最爱的诺诺呀，我们是彼此的初恋，在流星下许过愿，在高山上发过誓，我们还曾相约去留学，你难道都忘了吗？”林诺诺怕了，她不断后退，尝试用曾经的美好唤起蒋修的理智，但这些话反而激起了蒋修的愤怒。“林诺诺，我们是许过愿发过誓，结果呢？说好在国外等我，你第2个月就有了新欢，和新欢分手不过1周，你又玩起了闪婚。我忍，我等，毕竟我也谈了恋爱。可你明知道我妈出事，还拉着我玩跳伞打野战，不就是盼着她死吗？”林诺诺也被激得红了眼，梗着脖子喊道：“对，我就是盼着她死，反正她也不喜欢我。”蒋修气急了，抬脚踹上林诺诺的小腹。林诺诺跌坐在地，嘴却没停。他为了拆散我们，不让你去留学，连学费都不愿意掏。这种妈还不如死了呢，早死早超生。闻言，蒋修不再留情，手脚并用砸向林诺诺。我都看不下去了，帮林诺诺报了警后，和王鹏离开了医院。回家路上，王鹏聊起了蒋修与林诺诺剩下的故事。真无语，阿姨的工资才几千块，怎么负担得起几百万的留学费用？林诺诺就是个吸血鬼，我们这些兄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蒋修也是，怎么就拎不清真情假意呢？王鹏说，林诺诺的家庭条件也很差，当年他背地里傍上了富少，和富少一起逍遥出国，把分手的责任推到掏不起学费的婆婆头上。蒋修也受到林诺诺的蛊惑，对婆婆心有埋怨。后来被富少玩腻了的林诺诺，为了绿卡和老黑闪婚，结果没过1年，她又被老黑甩了。在留学圈臭名昭著的她，想起来痴情一片的蒋修，便回国主动送上了门。我的总结是，一对渣男贱女都不是好玩意儿，只可惜自己错付的5年青春，还有丢了命的善良准婆婆。我以为这件事能就此了结，
没想到不过3天，蒋修把我和医院告上了法庭，说我们故意致死了婆婆，索赔200万。他得意洋洋地把我堵在公司门口，我们根本没有法律上的关系，你凭什么替我签字？所以我妈的死，你和医院都要负责任，只要你把遗产都还我，我就既往不咎，还能考虑和你领证的事，毕竟这可是他的遗愿。他居高临下地看我，一身整齐的西装皮鞋，全然没了丧母之痛。我错身而过，朝他讥讽一笑，真可惜，你没听到你妈妈的遗言。进 ICU 后，他说的最后一句也是唯一一句，就是你配不上我，让我别和你领证。我没理会他错愕的眼神，大踏步地离开。我和医院都怕被蒋修反咬一口，所以保留了充分的证据。我们尽到了通知义务，能证明是蒋修拒绝来医院，才耽误了准婆婆的黄金抢救期。我们有齐全的检查结果，证明如果没有开颅手术和后续治疗，婆婆可能在出事当天就没了。倒是蒋修的公开起诉行为，曝光了她在婆婆治疗期间没掏1分钱，没露一面，一直在和白月光初恋玩跳伞的真相，简直是自己网暴自己。蒋修的个人信息统统被网友扒了出来，我的直播录屏也被一起带火。网友们迅速串联起前因后果，纷纷嘲讽起蒋修来。关医院和你未婚妻什么事啊？应该自己起诉自己。你要是没在病床前咒你妈和未婚妻一起死，你妈说不定还能多活一阵。蒋修的官司输得一败涂地，因为舆论闹得太大，他丢了原本体面的工作，走在街上，连路人都会骂他2句。最狼狈的时候，他来哀求我原谅。冉冉，咱俩爱了5年，我真的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我们去领证好不好？我没了最爱的妈妈，不能再没有你呀。他瘦了很多，脸颊陷了下去，身上的西服变得很皱巴，散发着奇怪的臭味，像是被人丢了烂菜叶。我毫不留情地对了回去，你这一迷了5年，蒋修，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拥有我的真心，就像你有无数次机会能见到阿姨最后一面，甚至重燃起她活下去的意志。蒋修，我是被你亲手推开的，阿姨也是被你亲口咒死的。他无力地张了张嘴，眼神变得空洞，仅剩的微光也熄灭了。1年后，我成了粉丝几百万的小网红，每天都有接不完的商单。婆婆留给我的老房子也拆迁了，我收到了200多万的拆迁款，暴涨的收入让我年纪轻轻实现了财务自由。我辞了工作，开始认真享受生活，过往的痛苦记忆慢慢归于尘埃。我很少会想起，直到某次，我无意间听说蒋修自我了结了，他从高楼跳下前，一刀捅死了林诺诺。我也终于得知了全部真相。蒋修向我求和失败后，就和林诺诺复合了。他的脾气变得很差，经常把林诺诺打得鼻青脸肿。不知道为什么，林诺诺能够一直忍耐。没过多久，蒋修在林诺诺的手机里发现了发给婆婆的消息，消息内容极其露骨。那是一段蒋修和林诺诺的欢爱视频。原来他们从没真的断过，所以婆婆才会大清早骑着电动车出门，才会激动到心脏病发作，车子一歪摔进了沟里。虽然她没赶到我家，可她确实用生命阻止了我和蒋修领证。想到这些，我感到一阵唏嘘，更加感激我这个准婆婆，也更加痛恨蒋修。幸好坏人自有天收，蒋修和林诺诺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又1年清明，我为这位叫刘春兰的女士扫墓，对着她的遗像磕了3个响头，含泪喊了一声妈。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过年聚餐，
我大姨突然说：思思，你没对象，以后你表哥儿子给你养，也算是给你们老梁家留个后，不用你亲自养，就每个月给你表哥打2万的生活费给孩子就行。我才28，也没有丁克的想法，更不想给人养便宜儿子，立刻拒绝了。谁知他给我介绍了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相亲对象，打算合伙吃我们家绝户。也正是他的这个骚操作，送了他一场缝纫机之旅。我年底升职加薪，春节回去在我姥姥家跟亲戚聚餐，席间我妈忍不住说出来炫耀，我大姨在旁边热情地附和我妈良久，突然开口提了个让所有人都尴尬的提议：思思都28了还没对象，不然把他表哥家的小儿子过继给他吧，也算是给你们老梁家留个后。我知道你们小姑娘都不愿意养孩子，这样你不用亲自养，就每个月给你表哥打2万的生活费给孩子就行。大姨说的表哥是他那个整天在家啃老的儿子，都3个孩子了，今年又生了一胎，还不满周岁。他这话说的，不就是打量着我爸去世的早，想抢钱的心思都摆到明面上了。偏偏我妈脾气软，下意识地看向我，我端起饮料喝了一口，才冷淡开口：我们家这种大事都是我爸做主，要不然大姨先下去问问我爸的意见吧。这话说的难听了，给我姥姥、姥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的。我妈见状，赶紧打了我下：你这死丫头，怎么和你大姨说话呢？嗨，二妹，思思也就是心直口快，你别怪她了，真是服了她了。又是这样，她娘家亲戚敢对着我们蹬鼻子上脸，都是她惯的。而我大姨平时总是踩低迎高，最是看不上我们家，这回居然顺着我妈给的梯子下来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果然她又接着开口：思思虽然收入高，但总这么单着也不是个事，我给她介绍个好小伙吧。我妈是家里的老二，上面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可能是从小被忽视的原因，再加上我爸去世的早，所以妈妈非常在乎姥姥这边亲戚的认可。所以即便是我明知道大姨给我介绍的这个相亲对象不靠谱，我妈依然逼着我去见了。我一年也回不了老家几次，大过年的不想跟我妈闹不愉快，就出来见了一下。见了面才发现那人个头不高，还有些秃顶，一双小眼睛上下把我打量个遍，笑起来嘴里发黄的牙齿七扭八歪的都露了出来。你长得不错，但身材我不太满意，你的胸太小了，我喜欢丰满的。没事，大家都有自己的爱好，我喜欢命短的。他像是没看到我的态度，眼睛扫到我做的美甲，立刻开始发挥。丫头，你还做美甲，也太爱慕虚荣了，花钱也没有规划。听我婶说你平时挣得多，以后我帮你管钱，咱俩结婚，我还得买房。你看看你家能出多少钱？现在的小姑娘都不愿意生孩子，正好我也没有生育能力，咱俩结完婚，我堂哥的儿子刚好可以过继给咱们养，咱俩简直天作之合。我白眼都要翻上天了。我大姨还给我整了个连续剧：你的未来都是梦，咱俩根本不可能，两张嘴皮子在乱碰，我让你现在就中风。说完，我懒得再跟这人浪费时间，转身就走。回到家，我妈正跟人打电话，她喜欢外放声音，让我听个正着。二妹，你们家思思现在一点教养都没有，我好心给她介绍了你姐夫他哥家的孩子，知根知底，人又老实，她张嘴就骂人家。我妈在我大姨他们面前一向都有些卑微讨好，大姨这么刻薄的话，她也只会好生解释：大姐，思思是个好孩子，可能这中间有误会，能有什么误会？就思思这条件错过了药组，哪还有人要？
你赶快劝劝，让她嫁了吧。我听不下去，直接把手机抢了过来。大姨，她条件这么好，不如让表妹嫁过去吧。正好那男的没生育能力，让表哥的孩子给他俩养。你们都是一家人，亲上加亲多好。这话顿时让我大姨炸了，尖锐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你怎么说话呢？让堂兄妹在一起，你也不怕遭雷劈？把电话给你妈，我要问问她怎么教你的。我不怵她，没理会我妈试图阻止我的动作，直接回怼：你给外甥女介绍个不能生还、想吃绝户的男人，都不怕雷劈？我怕什么？我叫你一声大姨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你再掺和这件事，谁的面子都不好使。不信你试试。说完，我不等他回答，直接挂了电话。我妈朝我背上打了2下。她是你大姨，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我看着妈，内心不断涌起失望。她要让一个不能生育、快40岁的男人吃咱们家绝户，还要替他们家养孩子。你如果真的觉得他没错的话，那以后这个家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从小性格坚强，但这却是第一次跟我妈放狠话。她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哽咽道：我在你眼里就那么糊涂，会推你进火坑吗？我没心软。直接反问：那你问问自己，你这些年为了你娘家那些亲戚委屈了我多少？攘外必先安内。我知道以为大姨的性子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就抢先给我妈下了剂狠药，省得她被我大姨哄2句就昏了头。果真第2天一大早，我就被房间外的吵闹声惊醒，开门就见到我大姨领着相亲男一大家子坐在我们家沙发上。我家的猫小乖被吵得钻到客厅的角落里，给我心疼坏了，赶紧抱出来哄。你家闺女还养猫啊？那玩意又脏又费钱。果然跟我儿子说的一样，花钱没规划，以后结婚了，钱都得交给我儿子管。相亲男叫张耀祖，他妈也就是我大姨的嫂子，我见过，挺刻薄一老太太。嫂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他们小2口结婚了，以后钱肯定都是要留给孩子的。我大姨赶紧反驳道，直接给我看乐了。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这俩人都开始为我的钱勾心斗角了。我抱着猫，看着在一旁陪坐的我妈问道：妈，这大过年的怎么放些不三不四的人进门？我妈还没说话，我大姨先摆谱教育起我来了。思思，你怎么说话呢？家里给你商量定亲呢，还不赶紧去收拾收拾？什么玩意？好好好，给我这么搞是吧？那咱们看谁更棋高一招。我妈听到大姨的话，慌张地看了我一眼，立刻摆手：姐，这不行的，太仓促了，结婚还是要思思愿意才行。立刻被旁边坐着的张母打断：自古结婚都是听父母的，哪有她个女娃说话的份？妹子，听我的，这事你定就行。我抱着猫站在原地没有说话，盯着我妈等她的回答。对呀，二妹，你就是太惯着思思了。你看看耀祖一表人才，现在错过他哪还能找到人要？我大姨迅速跟她的老嫂子站在了同一阵线。我妈左右看看，又注意到我的目光，低下头发出小声的反驳：不行的，大姐，婚姻大事不能儿戏，最主要得思思喜欢。我暗暗点头，我妈能对我大姨说不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了，接下来就是我的战场了。我正准备摩拳擦掌时，张耀祖突然拿着手机，目光灼灼地盯着我怀里的猫，开了口：原来你这只猫叫豹猫啊。妈，你看看网上说思思这只猫转手也能卖好几万呢。这话说的场面上一尬，我大姨赶紧拉着张家人说都是自家亲戚，我嫁过去不会吃亏什么的。我和我妈始终不吭声，就看着他们表演，直到快到饭点了，
我开始赶人，这门亲事我们全家都不同意，你们可以走了，再不走我报警，你们私闯民宅了。见我大姨张嘴就要摆谱，我直接就开始拨号。她知道我脾气，赶紧起来按住我的手。好了，我们这就先回去，好事多磨。你和耀祖再相处相处，咱们再谈婚事也成。说罢，那张耀祖也过来，拿着手机，死乞白赖要加我微信。见我握着手机没有动，他手竟然朝我怀里的猫伸来。不然这只猫送给我做咱们的定情信物也行，我一定会像对你一样对它好的。大姨赶紧上前拉开张耀祖，谄笑着朝我道：“你小侄子这几天正闹腾，不如我先带回家哄哄孩子，等你和耀祖结婚了，孩子过继给你们，猫也跟着回来。你看这多好的事！”两人差点给我气笑，这群人脸都不要了。不光想抢人，连猫都想抢。我放下手机，将猫锁进我卧室，直接进了卫生间，拿了个拖把，沾满了因为今天停水还没来得及冲下去的东西。那味道极其刺激，让客厅的几人全都忍不住后退了2步。思思，你干什么呢？这么大味熏着客人多不好，快拿卫生间去。我大姨捂着鼻子朝我道。我冷笑一声，我数3个数，你们现在不离开我家，我就直接用这玩意亲自送你们出去。1，你这丫头也太没教养了，以后进了我们家门，必须得好好教你什么是规矩。2，思思，我看你还用了苹果电脑，不给猫，把那个给我做定情信物也可以。3，思思啊，哦，快停下！都甩我嘴里了。哦，思思，是妈妈，别往这边甩。哦，别甩了，我们这就出去。哦，门不知道被谁打开了，几人赶紧狼狈地逃出去，迫不及待地砰一声把门带上了。你这孩子，大过年的，哪有这么赶人的？多埋汰呀！我妈捏着鼻子，抱怨似的朝我说道。我忍不住朝我妈问道。大姨都想趴到咱们娘俩身上吸血了，你觉得这亲戚还有做的必要吗？我妈嗫嚅2下，小声说了句：“你大姨她没有坏心思。”我没搭理她，拿着拖把往卫生间走。就我大姨跟坏心思上长个人一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想看看我妈的选择。思思，你别走啊，咱们这客厅可怎么办呢？你把人放进来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管。我知道我大姨难缠，但没想到她手段这么低劣，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去她家拿东西，结果我到了是张耀祖给我开的门。我大姨这会也笑眯眯走过来，思思，你看耀祖对你多上心，听说你今天要来我们家，一早就在等着了，说着就硬拉着我进门。我踏进去才发现，一屋子人。我们老家这小县城不大，我大姨夫家这边的人很多，我都见过。这会一看人几乎都在。这丫头就是给耀祖说的媳妇啊，模样倒是可以，就是太瘦了，能干得了活吗？我大姨的婆婆，也就是张耀祖的奶奶，挑剔地打量我下，开了口。我大姨像是要打圆场，赶紧说。思思读书读得好，现在工作1个月1、2万呢。谁知那边我大姨的公公皱着眉对张父说了句：“媳妇找这么有能耐的，怕是要骑到男人头上去。”张父浑不在意地说道：“没事吧？到时候他们小2口结婚了，跟我们住一起，我们看着多教训几顿就听话了。”我烦躁随意一扫。发现表妹正守在卫生间门口，死死盯着我，切没意思。我正要走，发现张耀祖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门口，守在那里。这时沙发上有个不认识的年轻女人，看着我突然来了句：“看着身子这么弱，恐怕不好生养吧。”场面一静，看来这张耀祖不能生的事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
想到这，我直接开口恶意嘲讽他一个不能生的太监，担心这个做什么？张耀祖听到这话，直接红了眼睛，看着想上来打我一样，我偏偏还要火上浇油。你们一大家子的尿是哑光的吗？想娶我进门，也不看看你们家配吗？张耀祖他妈嗷的一下朝我冲过来，贱女人，我今天就要撕烂你的嘴，替你妈好好教育教育你！连张耀祖也走过来抓住我，朝我扬起了拳头。张耀祖那边朝我举起了拳头，眼见两人朝我逼近过来，我一脚将电视踹翻在地。见我大姨像是没反应过来，我又伸手将客厅的柜式空调狠狠推到地上。我大姨一家终于嗷的一声反应过来，边骂边过来要抓我。贱皮子，快住手！再敢砸我们家东西，腿给你打断！我直接朝他们道：大姨、姨父、表哥，你们要是再看着外人欺负我，小心我今天把你们家都砸烂！你们也知道，我一向说到做到。我这话一出，拎着把椅子就朝他们家刚买的双开门大冰箱做势砸去。住手！快住手！老张，还有你们哥仨，还愣着干嘛？快把你大伯一家拦住啊！几人被我大姨一家拦住，我趁机跑到了门口，打开门就要跑。我大表哥喊住了我：你把我们家砸成这样，就想拍拍屁股走人？赔钱不赔钱不用别人，我亲自打算你的腿。我打开门，站在门外笑盈盈地问他：表哥打算让我赔多少啊？闻言，三表哥眼珠一转，赶紧抢先开口：我们家这都是最新款，至少20万，就是不拿出20万，我们哥仨不光要打断你的腿，连你妈的腿都打断。我呵呵一笑，拿出110的通话界面，还朝我勒索钱。你们现在还是好好求我不要告你们非法拘禁他人吧。我这话一出，几人立刻被吓愣住。警察同志，我被人非法拘禁在星号小区星号栋星号单元星号号，他们还想对我使用暴力，请问你们多长时间能到？这话成功让屋里的所有人都很及时地止住了自己的动作。我直接朝几人威胁：我劝你们最好现在让我走，你们也看到了，我可是全程都在跟警察通话，不放我，你们就是犯罪。看到我有恃无恐的模样，终归是他们怕了。我大姨还试图打圆场：思思，你这孩子就是天天上纲上线，耀祖只是要跟你开玩笑，哪能真打你呀？我冷嗤出声，根本就没搭理他，直接打开门，大摇大摆地出去了。出来坐在我发小的车里，才松口气，吓死老娘了，还以为今天真要被这家人打。发小翻了个白眼给我：你可真够莽的，把我手机号备注成110，万一下不住他们怎么办？这不是还有你吗？我谄媚道：我知道你一定会踩着七彩祥云，带着警察叔叔来救我的。这时车后座突然传来一个男声：就你俩那小身板，恐怕警察还没来就被人揍够呛。我被吓一跳，朝后看一眼，才发现坐了个干净清秀的男人。我朝发小投过去疑问的眼神，他耸肩：这是我小舅，刚跟我聊天，不放心咱俩，刚好在附近，就赶过来了。回到家，我给我妈讲了下在大姨家的经历，我妈气得眼都红了，我还在旁边添油加醋：妈，大姨真的跟你亲姐妹吗？怎么一直要把咱们家往死里坑啊？她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小时候有口吃的都会留给我。见我眼神不善，我妈顿了顿说道：要是她还这样，以后我再也不认她了。其实我很早就想带我妈离开这里，她那边的亲戚都跟吸血鬼一样，这会初见成效，我也放心下来。出门跟发小约饭去了，到地方发现他居然还带着他小舅，我没意见，
本来也是为了感谢那天他们的帮助，谁知刚吃完饭，他就被家里喊回去了，留下我和他小舅面面相觑。我们站到街上，正尴尬地准备相互告别离开，一个老太太突然冲到我面前，一巴掌就要扇我脸上。贱货，离开男人你就活不了是不是？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子，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发小舅舅闪身挡在我面前，他身高比较高，那一巴掌结实地拍在他肩膀上，听声音就很疼。我从他身后错身看过去，不是张耀祖他妈还能是谁？张耀祖也站在不远处，神色阴沉地看着这边。那老太太反应倒快，见没打到我，直接往地上一躺，开始撒泼。大家快看看，我家儿媳妇在外面找男人，还跟奸夫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婆子喽！张耀祖这会也跑过来要抓我。媳妇，看你把妈气成啥样了，快跟我回家！这娘俩一唱一和的给我泼脏水，偏偏旁边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甚至还有人在旁边起哄：你们家这儿子长成这样，怪不得人家要在外面找！哈哈哈哈！周围众人哄堂大笑，我气得手抖。但这会最重要的不是自证清白，毕竟这是小县城，万一真给我名声传出去了，正好合了这母子俩所愿了。想到这，我直接也学着张母，嗷的一嗓子：大家快帮我报警！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这娘俩是人贩子，想当街抢人了。你，就是你！我指着那个开头起哄的，快帮我报警，不然我被拐走没了命，就是你害的！发小的小舅拦着张耀祖，不让他靠近我。张母趁机站起身，扯着我要拽走。别看张母一把年纪了，手劲还挺大，我一时竟然无法甩开。正当这时，之前被我指那人突然站出来，挡着张母的去路。你不能带他走，我已经报警了，不管你们是真是假，等警察来了再说。听到这话，张母顿时蔫了，拉着张耀祖边朝外走边朝我放狠话：你给我等着，等嫁到我们家，我一定要给你好好立规矩。那个热情的大哥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这你未来婆家呀，小姑娘，你是被家人逼亲了吗？谢过热情大哥和发小的小舅后，我回家再给我妈讲了下今天的经历。妈，大白天我都能遇到这事，我都害怕哪天被大姨他们家绑走了，要不然咱们搬外地去吧。我妈犹豫，现在都是法治社会，他们应该没那么大胆。再说你姥姥、姥爷年纪都大了。听到我妈这么说，我内心是非常失望的。难道非要我真的遇到什么不可挽回的伤害，他才能醒悟？我们不欢而散，但我跟张耀祖一家的事情不算完。本来想先对付我大姨，但他们家这次真的是惹到我了。我决定先把他们一家收拾了。于是我找了发小，我们俩商量后，找了个我们本地的网红，把我当时相亲时给发小发的录音整理出来。然后又详细整理了事情的经过，给人家发过去。那人看了之后觉得有爆点，再加上我的超能力，答应做一期素材。等到视频出来后，果然因为内容很炸裂，效果很好。我看了看评论区，里面大部分的风向都是偏向我的。别说，这姑娘说话还挺押韵。我是男的都看不下去，这男的一家吃相也太难看了，绝了！这年头太监都出来相亲了，还觉得自己能吃绝户。直到我翻到一条评论，这个男的声音怎么跟我那天在街上听到的要当街拐小姑娘的人贩子声音这么像啊？我很满意，果断给软件充了钱，助力推广这条视频上我们本地热门。视频的效果比我想的还要好。我和我妈刚吃完晚饭，我大姨的电话就打到我妈手机上：二妹，
你家思思怎么回事？婚事都快成了，还在外面造谣夫家，这还怎么嫁进去？”我妈直接懵了，看着我不知所措，而我大姨也没给我妈说话的机会，接着道：“本来是桩好事，看被你们家搞成什么样了，这下恐怕不陪嫁个30万，是嫁不进去了。还有上次思思把我们家砸了，不重新装修，根本都没法住。咱们都是亲戚，我也不报警了，你让思思赔20万过来就行。”我听到大姨这么说，顿觉不对。她说其他数字还行，但50万刚好是我年前糊弄我妈说的数字。本来想在工作地买房，接她过去住，我没出声，直接看到我妈，她心虚地低下头，不敢跟我对视，转而朝电话那边说话：“大姐，我们家思思不嫁他，你别操心这事了。孩子的事就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吧。不嫁，我打点了这么多，这是你说不嫁就不嫁的吗？”大姨扯着嗓子呵斥我妈：“还有这次我也被思思连累被骂了，你们不光得给补偿吗？他表哥的三宝最近想养只猫，你把思思的那只给我送过来，这件事我就不给你计较了。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明天去你家取猫。”说完，他也不管我妈的意见，就挂了电话。我妈拿着手机怔怔地看着我，似乎是想说话，又说不出口。我直接打断她：“别想了，钱不给，猫也不给。”我妈讪笑：“你大姨不是那种人，什么钱不钱的，就是开玩笑。猫也估计就是想给她小孙子玩2天。”我妈的话让我直接冷了脸色：“你敢给我大姨，我就敢以后都不回这个家。”我知道我妈爱我，但她太想得到原生家庭的认可了，我不能接受她要慷我之慨去讨好她的娘家人，所以我说的也是真的。她哭得止不住，我没有如往常般去安慰她，给她讲道理，帮她想折中的办法，而是直接走开了。回到卧室，想到大姨的电话，我又点开那条视频，果真多了几条新的热评。我知道这个人住我们这边的，快40了，找不到对象，相亲像一个吹一个。我还以为是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原来是不能生啊！这姑娘也倒霉，没人就是她亲姨。听我们这边的老人说，就是看女方孤儿寡母，想吸人家血。不得不说，小县城消息的确灵通，想扒一个人实在是太快了。难为我大姨脑子转这么快，拐弯抹角的想从我们家捞好处。可惜我妈那边的亲戚全被我拉黑了，不然可能电话就先打给我了。我摸了摸趴在我肚子上睡觉的小乖，暗想：谁敢抢我的小可爱，我就跟他们拼了。翌日清晨，我起床到客厅，发现家里来了2个不速之客。我妈见我起床了，尴尬地笑了2声，朝我道：“思思啊，你大姨带着耀祖说过来给你道歉呢。”道歉？让我相信这2个人会道歉，还不如让我相信母猪会上树。我直接走到玄关，拉开门朝2人道：“我们家不欢迎你们，现在请你们离开。”大姨赶紧走过来，把我拉回客厅内，朝我道：“思思消消气，大姨这不是也好心办坏事吗？”说罢，她像是刚想起来什么一样，拉着我妈就往外走。二妹，刚刚小弟给我打电话说妈摔着了，这会腿都走不动路了，咱们赶紧过去看看，让思思在家跟耀祖说说话。我妈没有反应过来，迷迷糊糊的就被他拉走了。我们家的大门砰的一声被关上，我顿觉不妥。我瞥见张耀祖眼睛朝我身上瞄，才注意到，因为家里暖气开得足，我穿着薄睡衣，马德眼珠子都想给他抠出来踩爆。这会张耀祖站起身，笑得一脸猥琐地朝我走过来：“思思，我婶说让咱俩好好培养培养感情，你快过来，别靠过来，再过来我不客气了。”
我不动声色地往大门那边靠，张耀祖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直接冲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我。靠得近了，他身上那股很多天没洗澡导致的臭味熏得我几欲作呕。我拼命推拒，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才发现男女之间力量的差距。思思，我见到你第一眼就看上你了，连你胸小的事情我都没计较。咱俩别浪费我婶创造的机会，赶紧把事情办了，以后你就是我媳妇了。说罢，他臭烘烘的嘴巴就要朝我贴过来，恶心和恐惧等复杂的情绪交杂，冲击着我的大脑。我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我应该更冷静一点，先想办法逃出去。当他开始撕扯我的衣服时，我除了剧烈的挣扎，再也想不了其他的事情。我拼命地喊着救命，喊妈妈，但却没一个人来救我。我妈做了她亲姐的帮凶，一起把我推向地狱。你别挣扎了，乖乖跟我做了，大家都能舒服一点。张耀祖把我按在地上，我挣扎得厉害，他不好下手，耐心耗尽，就朝我脸上、身上狠狠地扇了几巴掌。妈的小娘们，要不是看你有钱，谁会这样巴巴地贴上来？还敢在外面说我是太监？等老子睡了你，看谁还敢说再嘲笑我！说着，他耐心耗尽，一把撕开我的睡衣，就贴上来。滑腻的触感像是某种恶心的软体生物，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手不断地朝旁边摸索，想找一个趁手的武器。正在这时，张耀祖突然惨叫一声，直起身。我一看，正是我的小乖，身子矫健地跳到了家里的置物架上，以一种捕猎的姿态看着张耀祖。而张耀祖胳膊上几条深深的抓痕正往外冒着血。马德，小畜生，等我睡了你主子，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卖了。说罢，他继续朝我埋下身。这时，小乖直接从高处跳下来，蹦到张耀祖背上，一口咬住了他的后脖梗。张耀祖被咬得稍泄了力，我趁机一脚将他踢开。见他站起身，跳着要回身抓小乖，我怕小乖吃亏，想要上前去帮忙，谁知小乖被他甩了下来，不甘示弱地盯着他，又跳了过去，一口死死地咬在了他的裆部，两只爪子使劲刨，他吃痛，整个人倒在地上，满脸痛苦地蜷缩着捂住自己裆部。小乖趁机蹦到我怀里，借这个机会，我抱着猫赶紧跑到大门边，要打开门逃出去。谁知这会门居然自己开了，我衣衫凌乱的和站在门口的我妈、我大姨还有张母撞了个正着。看到我大姨和张母脸上的喜悦根本掩饰不住。张母直接开口：“哟，这小丫头嘴上说不愿意嫁给我儿子，这不还是跟我儿子睡了？”说罢，她就要推开我，朝屋里走。我大姨也在一旁附和：“是啊，两个小年轻多般配啊。思思之前就是嘴硬。”我妈可能察觉到不对，话还没说出口，眼泪就先流了下来。思思啊，这是怎么了？我这会没有任何心情去解释，直接一把抢过我妈的手机，报了警。这时先进门的两人也发现了情况不对，张耀祖一身猫抓咬的痕迹，捂住裆部蜷在地上起不来。这会又听到了我的报警电话，张母反应快，上来就要抢我手机，我错身躲过，直接三两句话交代了地址，便挂了电话。快给我打电话取消报警！贱皮子，敢找人抓你老公，我看你是反了天了！张母疯了一样拉我，我甩开他的手，伸手给了他一耳光，一脚把他踹在地上。我大姨也在一边着急地朝我妈劝：“二妹，你快让思思取消报警，看她这模样也不像是成事了的样子。这要是报了警以后，她的名声可算是毁了。她以后可就别想嫁人了。还没轮到这个老东西，
他倒是自己跳挺快，我上前给他补了一耳光。这个时候了，我妈似乎有点动摇，迟疑地看向了我。我再也掩饰不了自己的失望，看着他冷声道：“你如果今天开了这个口，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妈。”警察跟张家的人还有我姥姥、姥爷一家人差不多时间到，见到警察，张家人直接恶人先告状：“警察同志，我要报警，这女的勾引我儿子，打了他还打我，他必须赔我们家医药费。”而我大姨和我姥姥那边则开口：“警察同志，我们不报警了，这是我们的家务事，我这外孙女不懂事，我们自己管教就可以。”几人七嘴八舌，给警察同志弄得不耐烦了，皱着眉头问道：“到底是谁报的警？”这时，我推开众人走了过来，整理思路，将前因后果讲清楚后，朝警察同志说道：“张耀祖意图强奸我，本来我以为只有我大姨和张母是从犯，现在我怀疑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帮凶。”有个女警察听了我的话，同情地看着我道：“放心，我们会调查清楚的，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说着，警察就要带众人回去配合调查。录口供，我姥姥和我就顿时不乐意了：“警察同志，你们没有证据，可不要冤枉好人啊！我们家祖上3代都是良民，不可能干犯法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收了这丫头的钱就来污蔑我们小老百姓啊！”女警当场冷了脸，朝几人道：“我们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这时，我看着我姥姥灵活的腿脚，突然发问：“姥姥，大姨不是说你摔断腿走不了路了吗？”我姥姥神色迷茫地回道：“糟心玩意，这时候还咒我？我哪个时候摔了？”我冷哼出声，还要开口，那边张母还嫌不够，扶着他那站不稳的儿子，朝我恨声道：“警察同志，你们不要听这小贱人胡说，明明是他想嫁给我儿子，使手段不成要诬陷他。看到现在这样，他们还要胡搅蛮缠。我给了致命一击，我有证据，我们家屋里好几个监控都拍下来了证据。”这话一出，这些人都傻了，连我妈都愣住了。这帮人年纪大了，不知道现在人有哪个养猫的家里没有监控的。而这猫是我妈说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我专门买来陪她的。我养出来了感情，不放心，就打算在家安装监控，云养猫。我怕我妈不适应，就没告诉她。谁想到会有一天用到了，真够讽刺的。张耀祖一家被抓走了，经过审查，这件事不光我大姨参与其中，他们张家一家都多多少少有参与出谋划策。我姥姥这边倒是没有参与其中，但因为我大姨一家作为共犯被暂时收押了，他们都觉得是我害的，因为我把他们全都拉黑了。他们就3天2头给我妈打电话，让我妈叫我去撤销报警。我妈刚开始态度坚决，她那天看到了监控，我哭喊着叫妈妈的时候，她哭得不能自已，但伤痛没在自己身上，时间长了，总会被人淡忘。所以当她开口试图劝我放过大姨一家时，我直接开始打包行李。思思，你大姨她只是一时糊涂，咱们不放过那个欺负你的混蛋。但是你忍心看你大姨一家妻离子散吗？我妈跟着我到屋里，试图跟我讲道理。我忍着泪水，憋红了眼圈，朝她问道：“妈，你是在帮助外人道德绑架我吗？”这话成功让我妈住了口。看着她的眼泪，我心中毫无所动。收拾完东西后，我直接拉着行李箱离开了家。到了火车站，我最后又回头看了眼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小县城，我有预感，这次也许我很多年都不会回来了。思思，你也今天走啊？咱们俩默契简直绝了。我转头一看，是我发小，旁边还站着他小舅。我笑了笑，
正准备说话，发小直接指挥着他小舅：“你怎么这么没有眼色？快帮思思拿着行李，我们俩有点私密的话要聊。”所以，即便是我明知道大姨给我介绍的这个相亲对象不靠谱，我妈依然逼着我去见了。我大姨和他们那边的家人作为共犯，也都被判了时间不等的刑期，并且我还向这些人提出了民事诉讼，要求每个加害者赔偿给我金额不等的赔偿金。思思啊，你大姨跟你姨父这离婚闹了好几年了，你大姨坚持不离婚，你姨父起诉也没用，被直接驳回了。听说两人3天一大打，2天一小打，过得鸡飞狗跳的。那张家的人真够不要脸的，拿着当初小乖把张耀祖那玩意咬坏当借口，隔段时间就跑来咱们家讹钱，都被我用你当初的那招给打出去了。上次听人说，虽然他现在快出狱了，但在牢里被人欺负的有些痴傻了，真是活该。你姥姥和姥爷身体也不好了，他们家产都留给小弟了，现在病倒在医院，居然想让我去伺候他们。我直接挂了电话，没搭理他们。我妈絮絮叨叨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我只是不时的应2声，表示我在听着，多的没有了。等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妈那边长久的沉默，但她没有挂电话。我把手机放在一边继续工作，没有管她。不知道停顿了多久，我妈那边小心翼翼地朝我问了句：“思思，今年还不打算回来吗？不回了，你自己在家给自己买点好的吃吧，缺钱了给我说。”我妈听到我一如既往公事公办的态度，赶紧迎合我的话：“是，妈知道思思忙，思思是有本事的，妈就不给你添乱了，先挂了。”最后那哭腔通过电话传来，她赶紧切断了通话。我看着静默的手机，长叹一口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叮，有消息传来，我点开看，今天有时间吗？晚上一起去吃个饭吧。不了，我今天工作比较多，下次再约吧。当然，我也没做好给人当小舅妈的准备，继续升职加薪才是我现阶段的目标。